拜托 ATM，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Sandra。在未来银行里面，现金很多，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吧。今天不得了了，博古通今，历史英雄会，欢迎大家，真的。首先要介绍这位年轻柳玉哈，他也是个 YouTuber 啊，国立东华大学创作英文语文学研究所，英语文学研究所。文学研究所。那你是英语的，这跟历史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主要其实是喜欢文史，那尤其是文学。就是高中时期就有一个作家梦，高中大学，然后后来就想说希望可以用写作养活自己。出了社会后发现办不到，太直接了吧？对，其实先一度放弃了这个作家梦啊，这个梦想。可是后来有一天看到刘备的故事，我觉得刘备算是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人生的一个心灵导师。可是刘备的故事，我们从小就念到大，怎么突然会有一天在你这种年纪突然想到刘备的故事？因为大家可能印象觉得刘备好像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会哭嘛，遇到困难就哭着找小叮当、找诸葛亮嘛。但是我发现刘备他从头到尾，他到46岁才遇到诸葛亮哦。前半生你也不能说他就是一事无成或一个废物，不是，他不是一个笨蛋，他是3个笨蛋，3个傻瓜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前半生一直打败仗不放弃，打败仗不放弃。那我觉得我30岁就放弃太早了。对，欢迎你来，欢迎。接下来就要陈远，你好，陈老师好。师大历史系，这真的是历史系的，不是我们英语文系的哈。什么意思？是指说刘老师一个刘邦，一个刘备了哈。他这个是真正的知名补教的历史老师。教历史是不会靠死背吗？历史的部分的话，因为那个有分旧课纲跟新课纲，那因为大家以前就是有经历过比较早期的时代，都是直接硬背嘛。对，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可能在现在的考试又比较不适用。我听不太懂什么叫新课纲、旧课纲，历史不就是这样吗？就是他考的方式会不一样。以前就真的就是用背的。可是现在的话，就是你要跟学生讲故事，因为他有时候他可能考虑一个概念的时候，他那个名词不会出现，可他会把整个故事都设计成题目，所以我们除了要最一开始的基本的记口诀之外，你还要跟他讲一下说，这东西哪个地方有趣啊，然后让他有印象，然后写题目的时候他就比较写得出来。接下来介绍我的偶像库林，库林老师，刚刚柳玉老师这个就是靠写作闯出一片天的老师。对，他是我们的前辈了哈，大前辈。最近开 podcast 讲历史没有，不是专门讲，因为我学中文的嘛，那文史不分家，所以我自己对历史很有兴趣。那我的 podcast 古林巴拉巴拉是什么都讲，但是其中有个单元讲历史，而且有专门翻案，就以前是错的，就把它翻过来这样。翻案对，翻案的，譬如说我们讲扶不起的阿斗，阿斗没有扶不起啊，因为阿斗继位之后是诸葛亮，阿斗叫诸葛亮是叫副相，来像爸爸，所以完全是诸葛亮专权10年，他根本没有在扶阿斗。那可是诸葛亮死后，阿斗自己还当了20年，广告做蜀汉有30年，他是3国里面历史最长的一个。如果他不抢，他怎么诸葛亮没有扶他，他也干得好好的。要照你这样讲，是胡亥还比较糟糕的哈。对啊，所以扶阿斗起来就完了，他一点都没有被扶不起，他自己帮他讲话这样。对，但是大家讲惯了，他就被冤枉。阿斗，对不起了。接下来介绍历史哥。历史哥你好。历史哥很年轻的师范大学历史系，也是历史系，我也是台师大。对，台师大。对，你主攻历史吗？对，我大学跟硕士都读历史。哇塞，读了8年，哎呀，很痛苦的过程。痛苦吗？我以为你很开心。但是也很快乐。对，读书是痛苦与快乐。那你喜欢读历史，是因为你喜欢看小说吗？没有，从小就喜欢知道从头到尾。就喜欢究其原理，所以小时候还被霸凌过。因为呢，就喜欢问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为什么这个是这样？为什么地球上为什么上面有鱼？”他就是10万个为什么，就是一直问到老师说。我还真的把那一套读完了。对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对，来，接下来介绍詹云，你好，老师好。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国文补教老师。是的，之前有来过我们节目。有。当时是没有受孕的，也太直接了吧！现在怀孕6个月，我今天一直看他，没有错， 6个月。对，我们这个节目不仅让你梦想成真，还能成家立业。是。那詹云这个历史也是，对，我是国文老师。那我本身有在经营 YouTube 频道，叫《国文哪有这么难》，但是因为我主要还是国文系的啦，所以我们比较多都是在讲国文的故事。只是因为国文文史不分家，就像苦林老师讲的，所以有时候
以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国文的故事能够更加的生动，所以我们会搭配它原本的历史的这个出处来跟学生去做说明，让他们也是不用死记这样子。欢迎5位啊，欢迎，都是很厉害的。介绍2位专家，知名的新闻主播赖佳颖主播，主播好；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峰老师，启峰老师好。启峰老师今天压力大了哈。对，这些都是历史精英哈，我这个前浪哈有点被威胁到了。对，前浪永远在的。我们陈启峰老师经得起考验啊。是的。来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首先，请乡里讲规则。好，这回合呢，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，抢答之后轮流作答，每一个人答对1个答案是3000元的奖金，一直累积哦。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，或是2个题目轮完为止。2题没抢完的奖金累积到下一轮，赢者全拿。这一题是由陈启峰老师来举圈或叉，可见的是一定是历史题了。是的。詹主任，请出题。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精彩刺激，不少人津津乐道。请问有哪些成语是源于三国故事的？等一下，我要表现了。历史哥太快了哦，你不能再按了哦，请抢答。好，詹云老师。首先呢，一定是大家所津津乐道，一定会提到的，叫三顾茅庐。三顾茅庐，对或错？答对了，一定有的，请诸葛亮的了哈。对，来加3000。来，接下来，那三顾茅庐之后，当然就要讲如鱼得水嘛。因为刘备跟关羽、张飞原本感情很好，像兄弟一般。那得到诸葛亮以后，他们2个太要好啊，关羽、张飞还不开心了，那嫉妒了。那刘备还跟他说：“哎，我有孔明，就像鱼有水一样，如鱼得水。”如鱼得水，对或错？答对了，哎，请加3000。原来这是三国故事哦。对呀，不然我们就如鱼得水，常常讲这故事经典典故来自哪里？来，陈远，那个7擒7纵啊，孟获就是他那个诸葛亮他要往西边走的时候，然后他想要就是在这个地方建立根据地，然后他们就是遇到当地的那个老大，对，但是他就是一点就是不服他，所以就是把他抓完，然后把他抓起来放走，抓起来放走。7次啊？7次，好像玩蟋蟀一样。哎呀，来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有呢。那老师，我想请教，为什么只有7次？玩不到第8次吗？玩死了，玩太多次会玩死。其实，在正史之中不到7次啦。那7擒7纵其实就代表他如何以德服人，所以我们后来会用到这句成语，就是说你怎么样让对方心悦诚服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那其实当时啊，孟获之所以会一直反抗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汉人会欺压他们嘛，所以后来那个诸葛亮呢，为了要安他们的心，还特别做馒头，用馒头来去祭拜那个河神，那所以后来流传下来就变成后来馒头的由来了。不然以前是要用真的人头，对，他觉得太有点。对他觉得心意到就好做的样子，然后也代表心意。好，加3000。武林大哥，刚刚讲三顾茅庐哦，那可是还有一个是初出茅庐。对，因为这个作者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在里面写了一首诗，就写到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情景。来，初出茅庐对或错？答对了。来，请加3000。也就是说，他请他出来，结果他决定出山，他刚走出来，那就叫初出茅庐嘛。对，还是用来形容什么？初出茅庐是形容他站出来就是没什么经验啊，第一次上班啊，第一次菜鸟啦，打出下回呢。对，历史哥，不知所云，名表涕泣不知所云。出师表，哎，对我错，答对了。好，请加3000。赞英老师，那我这边呢，想要讲的是病日而食，因为当时司马懿其实有察觉诸葛孔明的身体不是那么好了。那他第一个观察的点就是在于说，他执行我们现在所谓的168断食，因为他的胃口变得不好了，他2天并做1餐，所以他有个典故叫病日而食。哦，病日而食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来，请加3000。不是故意的，是胃口不好。168。对。后来他真的瘦了。对，有成功。接下来刘玉。那我也说个跟饮食相关的。好。避肉复生，这是刘备的故事。避肉就是大腿肉。
刘备他前半生都是很困顿的嘛，一直在打败仗流浪。那他都长期没有根据地在流浪哦，好不容易有一个时期在荆州住得好好的，很安稳，应该很开心的时候，他叹气。他说：“我的大腿肉复胖了。”刘备是很在意身材的，不是啦，这个是说他精神很了不起。明明之前过得那么苦，过好日子他叹气，我应该要做大事业的，不该在这边闲居发胖。对，有点像幸福肥那个感觉。是他说啊，我之前骑马，现在竟然复胖了，臂肉复生。臂肉复生，对我手。答对了。好，请加3000。陈彦老师，那我一样讲一个诸葛亮的那个舌战群儒。舌战群儒。就是那个诸葛亮他在跟那个东吴他们要合作的时候，然后因为他们有一些计策，对，但是因为大家一起开会，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些意见，那诸葛亮就是一个一个把他们反驳回来，然后最后大家决定按照他的方案去做。叫舌战群儒。对我手。答对了。加3000。胡林大哥。既然讲到《出师表》，那就让我想起一句那个最有名的话：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对我手。答对了，有的，请加3000。历史哥，大家都讲诸葛亮，那我们讲个余亮情节。哎呀，周瑜跟诸葛亮之间呢，如余亮情节一样，两个人是双辉生焰，你出一计，我出一招。来对我手。答对了。讲到这个周瑜跟诸葛亮，周瑜的爸爸叫做周忌，诸葛亮爸爸叫诸葛和，因为既生瑜，和生亮。真的吗？真冷笑话。真的哦。因为我们还真不知道周瑜的爸爸是谁。我不知道。不是诸葛亮也没有人讲。诸葛亮爸爸叫诸葛绪的呀。但是诸葛亮有一个哥哥在东吴服务嘛。诸葛瑾。对，他们还有一个弟弟。叫诸葛玄亮。你们怎么都知道？好厉害哦！诸葛玄亮，我知道是诸葛瑾啊。来，詹云。那既然呢讲到了这个周瑜呢，我们就不得不讲了。这个周瑜他有绝对音感，据说很多梅啊呢就很希望呢周瑜啊可以看他一眼。当周瑜来的时候，他会故意弹琴，然后弹错，所以有一句话叫“曲有误，周郎顾”，所以就叫周郎顾曲。哇！原来梅亚想把他。对呀。后来是小乔把到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对我错。周郎顾曲的故事出自《世说新语》，答对了。请加3000。真精彩。对，来。那我来抢一下这个苦苓老师的词好了，就是刚才讲到阿斗嘛，对，乐不思蜀。想回去了。你的故事。乐不思蜀，对我错。答对了，来，请加3000。我顺便再帮阿斗解释一下，你不要把答案讲完哦。不是，我说乐不思蜀，大家也用这个来嘲笑阿斗，说你怎么不想念自己的国家？可是你知道那时候你在人家手里，你被人家软禁的。像李后主他就写一个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，就被砍头了。所以。阿斗一定要说，对啊，我在这里快乐，我都不想念，我才能保住性命，装疯卖傻一下。对，所以这是聪明啊，聪明啊，阿斗，对不起。秦始皇当年被压作人质的时候，也是要讲好话。对呀，有的侄子在外面就故意演得很纨绔啊，对，每天花天酒地，大家就不会防他。有没有？就是他的弟弟封王在翻地就位的时候，怕他。反过来打长安，对，是降低警戒这样。有人都会打听啊，我那个弟弟到底怎么样？周王每天喝酒饮酒作乐，就不会注意他。其实他在那边养兵了。来，很远。好，那我要讲一个大家以前都知道的这个国文课本里面的那个课文，就是草船借箭。草船借箭，草船借箭，对我说，答对了。来，加3000。这是孙权的计谋，但是诸葛亮去执行。是，来，胡林。探囊取物，因为这个，你不要看关羽哦，关羽是很欧若张飞的哦，包括我们家三弟哦，这个在千军万马之中取人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那么简单，这么简单这样。怎么这？我觉得这个故事像赵子龙，赵子龙去救阿斗的时候，生气对不对？也是很杀的也是很厉害。不过这个是讲张飞的事情。对，来对我说。探囊取物，答错喽！请说。好，这边说明一下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确实有探囊取物这个成语，对，但是它的出处由来是出自《新五代史》。那因为《三国演义》是明朝罗贯中编的嘛，他在编的时候用了这个探囊取物来形容张飞，可是它的出处却是从《新五代史》出来，所以不算是源于三国。好严格哦，陈老师。苦苓结仇，对啊，
你跟苦苓结仇没什么好处。苦苓哥错。来，接下来。可是刚刚不是也有人研制《世说新语》嘛？那也不是研制《三国演义》啊。这边说明一下，就是它虽然是源于三国，但是因为周瑜是三国的人物，那只要是三国的故事就可以。对，那确实它是出自三国人物。好的，来，历史哥。那这样的话，来一个冷门一点的，好，孔融让梨呀。哦，哎，大家孔融是三国人物哦，不是侏罗纪吗？不是，他是孔融。孔融让梨对我走，答对了。来，请加3000。讲到孔融呢，他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在三国里面的故事，是因为当时呢孔融被抓走了，然后他的他希望可以保全他2个儿子，但是他的儿子呢就跟他爸爸讲说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爸爸你都被抓走了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活下来呢？是，所以这个叫覆巢之下无完卵。对我走。答对了。哦，你为什么考虑那么久？其实覆巢之下无完卵是对的。那后来的有人就是把它浓缩变成是巢回卵破，哎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刚才犹豫了一下，如果是讲巢回卵破，就是一定是可以了。但是确实也有人用覆巢之下无完卵来作为成语。是来。因为刚才提到过张飞嘛，那我觉得赵云也该出场了。好，一身是胆，就是刘备曾经称赞赵云的那个布阵啊，他用很少的兵马。毛鼠一身是胆，好像不一样吧？刘备有讲过一句话，就子龙一身是胆啊。哎，赵子龙的猛将啊，对我走。答对了。哎，请加3000。真远。好，那我把五虎将最后一位把它讲掉。黄忠，哎，这个他跟那个张合啦，好跟夏侯渊在打架的时候，然后他年纪已经很大了，然后对抗2个年轻人，好，然后那时候张合还笑他，好，这个你这个年纪那么大了，你来出来这样跟人家打架的，对，那黄忠后来就说，哎，我宝刀未老啊，哎，宝刀不老，我宝刀未老，宝刀不老。好，对我走。答对了。哎，请加3000。讲到黄忠，那这次我们要讲清楚一点，《三国演义》71回，黄忠拔营，然后慢慢的往前，怕敌人发现，一步扎一个营，叫做步步为营。哦，可是你没办法。但是你不能用他的答案哦。来，历史。愿打愿挨。哦，一个愿打愿挨哦。这个是出自这个周瑜打黄盖，因为当时要搞苦肉计，诈骗张飞。诈骗不是诈骗曹操，不是诈骗曹操，要灭他的水师。对，要灭他水师，要诈骗曹操。苦肉计，周瑜打黄盖，对我走。答对了。来，请加3000。太酷了。曹操生性多疑，就是因为这样就把他唯一的会训练水军的2位主将给砍了。啊，我真的以为是现代人中爱啊，他们谈恋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是误会了，对不起。詹宇老师。就是因为在三国当中里面常会要争夺领土嘛，对，所以我常得到这个，可是我又心里又想着另外一个得陇望蜀。得陇望蜀，对，假挖来先挖挖的意思，来对我走。答错了。为什么？在《三国演义》确实有这个成语没错，但是它同样是出自于东关汉记。那这个出处的成语是来自于东汉光武帝。那东汉光武帝呢，当时他在打天下的时候，在那个陇跟蜀那边都还有群雄，所以他进一步进逼之后，他就有点犹豫，说自己要不要兵分2路，所以他当时就说了说既得陇又望蜀，所以就是代表着说他很想要再继续攻占哦。后来就引申说野心勃勃的意思，但是它是出自东汉光武帝，不是三国时代。这个陇是哪里啊？甘肃有一座陇山，所以它简称叫做陇。因为我看很多啊，人家那个堂匾额上面有什么江夏堂，还有陇西堂，对，原来是属于甘肃那地方。对，那陇西的话就是甘肃的西半部，那就是河西走廊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的那个绿洲，那个丝路的地方。因为台湾很多当年下来，什么江夏堂，我家就陇西堂啊，我是陇西堂李氏啊，你是陇西堂哦，所以是这个地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对啊，我记得阿妈他们就刻这个。我记得印象是有啊，三合院都会挂那个嘛。对，来，接下来，我继续来，我是刘备阵营的嘛，再来一个刘备阵营的成语，单刀赴会。
就是关羽他在跟东吴的鲁肃谈判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句话原本是形容关羽英雄气概，但其实各位想想哦，鲁肃更勇啊，因为关羽武力这么高强，鲁肃也是单刀去跟关羽谈判啊。可是鲁肃功夫不如他，鲁肃其实也是有勇有谋的，在历史中。对，所以这个很有名，单刀赴会。答对了，哎，请加3000。陈远，最后一个。好，那个曹操的望梅止渴。望梅止渴。望梅止渴，对我说，答对了。有的。请加3000。那我们请问一下，我们请主播来干嘛？主播旁边甜美的微笑，第一次感受到被淘汰的感觉。下个月好不好？我先淘汰我自己。本来说请2位专家走2轮呐，对，一般1轮走到3万多块就很了不起。对，你们这个历史题津津有味，6万块通通抢光了，太厉害了。没关系，我们通告费还是会给你。很好的，谢谢瓜哥。有要补充的吗？有，像刚才瓜哥有提到说那个草船借箭呢，我们都说是那个诸葛亮的那个计谋，说是孙权计谋，可是正确的历史应该是说孙权误打误撞的结果，因为他当时本来乘坐着小船要去测探曹操军情，没想到被曹操发现了，下令放箭。那他其实第一时间也没有想太多，也没有想说收集箭，是因为那个箭一直射到那个小船快要翻覆了，他灵机一动，赶快调转船头，用另外一边，结果呢就因此本来要翻覆的因此平稳了，然后就因此躲掉了。所以对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然后就想说，这个一艘船才借了几千支箭，对，又派很多船出去，一个借10万支箭回来。对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们公布这一轮他们的奖金。好，这回合呢，柳玉15000，陈远15000，苦苓大哥6000，历史哥12000，詹云12000。来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赢者全拿，Sandra，请讲规则。好，这一回合呢，同时作答 A、B 2个选项，答对的话累积奖金，每个人代表1000元；答错的话，此轮就淘汰喽。那奖金会一直累积嘛？那每一轮最后留下的那一位，可以把累积的奖金全部灌给自己，赢者全拿。总共进行3轮，第1轮请出题。古书记载，中国本来没有猫，猫是从天竺，也就是印度引入的。请问，为什么要从天竺引入猫呢？A. 保护佛经 B. 天竺高僧养猫。请作答。哟，苦苓大哥选择的是保护佛经，请说。因为这个佛经很宝贵嘛，那可是老鼠会去咬啊，所以养了猫，老鼠就猫抓老鼠，对，就可以这个佛经就不会被咬坏了啊。对，还有蟑螂，猫也会抓蟑螂，而且你看那个木乃伊啦，只要看到猫，那个木乃伊就跑掉了。哦，那是卡通里面有演吧？是猫咪啊，有这样啊。神鬼传奇，对，我也刚刚也是这样想，我才想猫一出现，那个人就跑掉了。一猫车，他就看到那个猫加喜啊，消失。对，硬和田，对，硬和田。选 B。我想说，因为那个他们去取经的时候，应该会很无聊吧？对，养猫，几只猫，可爱的。猫也觉得你很无聊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保护佛经。清代的学者呢，王初同他里面编撰的书里面提到，中国的猫是在唐朝的时候，为了防止因为老鼠会啃咬佛经嘛，所以才特别从印度，也就是天竺带回来，然后养它。所以自此呢，在中原地区才有了猫的存在哦。那家家户户开始养猫护书，那很多先秦的文献里面都可以找到猫的身影哦。那猫会那么乖吗？真的帮你养老鼠？没有，它不是为了保护书，它只是想追老鼠而已。对，好。2位请休息一下，稍作休息一下。来加3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17世纪初，英国人乘上5月花号移居至荒芜的北美。请问，他们移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？A. 淘金热潮 B. 宗教原因。请作答。只有苦苓老师选宗教，不是淘金吗？不是淘金，因为那个北美并没有淘金热，淘金是
是在旧金山这一边啊，对，所以他们当初是因为他们是清教徒，他们信仰新教，他们遭受到宗教的迫害，所以才跑到美国去的。可是老师，新教历史也可以哦，可以哦，什么都可以耶。只要问题是不一定是真的。不过他讲的时候是真的是在旧金山这边啊，你看那个成龙他们演的红番区啊，是，或很多那个当初很多亚洲人去那边淘金的盖铁轨啊，都是在加州这边嘛。对，所以那个三藩市叫旧金山嘛，后来去澳洲的墨尔本、开垦那边叫做新金山。OK。那詹宇呢？你选的 A。因为我想说，就是9份的金瓜石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才有淘金热潮。然后钱在哪里，人就会去哪里。早期华侨到外地去闯就是这样。对，我觉得钱在哪，人就在哪。你也是这样想哦？是我本来想要一看到题目确定淘金热，可是刚才苦苓老师一讲完，马上动摇了。我们要掰了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宗教的原因。5月8号呢，是一艘英国的船只哦。1620年的时候，将一群英国分离主义者呢，从英格兰运到新大陆。那船上的人，我们叫他天路客。那这些天路客呢，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清教徒一直要改革跟净化英国国教。那天路客他们决定，我不想要跟你们一样，所以他要跟英国国教分离。他们觉得英格兰教会太过腐败了，所以1600呢，他们决定穿越大西洋去到北美，然后建立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个移民的居住区。原来是如此，来2位请回来，加1000。这一回合是苦苓获胜，所以只达到4000块，请入苦苓的账上。要进行3轮嘛，这是第1轮了，第2轮请出题。在清宫剧中，常常会看到宫中的女子被称为格格，请问格格在满文中指的是什么意思 ？A. 未出嫁的女子 B. 第一位公主，请作答。啊，未出嫁的女子叫格格。那为什么大家会这样选？我以为格格就是公主。还珠格格不是公主吗？对啊，我以为格格就是公主。对，按照留言。因为我的历史这一题啊，不是历史老师教的，是琼瑶老师教的。我就是看《还珠格格》学这一题的，所以我想说，格格一定选公主吧？可大家的印象就是对不对？她就是公主啊。是。为什么大家4个人都选这种未出嫁的？不是历史出身。 B 选项她是第一位公主，那我记得格格很多女生就很多格格在里面，她就不会是第一位，所以以删去法来讲，应该要选择 A。这有个故事可以补充，那个慈禧太后在这个后期的时候有一混血的格格。在宫中，其实宫中的女子未出嫁的话，都会被称为全部都叫格格。后来，其实也不能说每个人都称格格，但是基本上是个尊称。然后后来这个跟着他的这个叫德容，他就去了美国，还写了回忆录。所以我们很多对于慈禧太后知道的，都是他用他写出来的。对，他撰写的一个回忆录之后再翻译出来的。这个，因为我是满族的后裔，我是旗人。你看我脸这么长，对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脸都很长。前面刚刚讲诸葛亮跟周瑜的事情，我们不太相信你这件事。对啊，一生一和生亮。我早上流眼泪，下午才到下班。脸那么长。那个我跟你讲是爱新觉罗，他们是正黄旗，所以他们现在姓金，姓金溥聪。像我们镶黄旗。叶赫那我们就姓王，所以不是随便说是旗人就旗人的。那我们旗人很清楚的知道，就格格就是客气嘛。比如说小姐，以前不是随便叫小姐啊，就是有钱人家的闺女才叫小姐。可是现在我们什么人都叫小姐，所以格格也是这样的。她就是一般的女生，就是未出嫁的女子，都可以叫格格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未出嫁的女子。我会选公主。我也会。格格的意思呢，就等于汉语的小姐或是女士。那满人日常在使用的时候，其实不分贵贱啦，只要是年轻女性，尤其是未出嫁，就可以称之为格格。但是呢，作为封号，或是你如果把格格拿来对汉人使用的话，代表她是身份尊贵的年轻女性。那清兵入关之前的后金时期呢，部落的酋长啦，或是高级贵族的女孩子的女儿才能称为格格。那之后，格格这个用词呢，才被清朝的政府册封为女性的正式封号。来加4000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亨利8世是英国史上最具争议的国王之一，请问他不惜使英国脱离罗马教廷，改信新教，是为了什么 ？A. 让女儿继位 B.
离婚。请作答。陈远。这个跟历史这个课本有关了。那个第5册第3章。真假的啦？还讲出来？你知道我们不会去翻吗？补教迷之哎。没有，就是那个，因为当时英国是那个虔诚的天主教区，那所以呢，那个天主教原则上他们是不能离婚的啊。那因为当时的皇后叫凯撒琳，然后他就想要人老珠黄啊，然后又生不出那个男生，好，所以呢，亨利8世就想要出去作怪，对，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然后也顺便借力用力啦，因为当时就是到底谁是老大？是我英国国王是老大，还是天主教领是老大？他们比较不知道，所以呢，这个他趁机发飙，说我是老大还是你是老大？好，对我就是要离婚，好，然后就赶快去起其他。创另外一个新教是可以离婚的对，自己创新教，对不对？罗马教廷那是不行，就是那个派叫英国国教派，对，那是因为婚姻问题，对，那他里面有几个女儿很有名。就第一个大老婆那个女儿就是血腥玛丽因为爸爸考小三，所以那个害我妈妈就是辛辛苦苦，然后被抛弃，对，所以他就是干掉很多新教徒。然后他的那个2女儿就是第2个老婆的那个小朋友，就是未来的那个伊丽莎白。好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离婚。亨利8世呢是都铎王朝第2任国王1509年的时候继位他因为呢他自己是爱上了别人，想要把本来老婆休掉，娶一个新皇后，然后跟当时的教宗反目成仇，那他干脆自己就推行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，而且通过一些重要的法案，容许自己另外娶之后呢，然后他这个新教就叫做英国国教，然后自此英格兰教会就脱离了罗马教廷，然后他自己也顺势当上了英格兰最高的宗教领袖，然后解散了教廷在国内的修道院，然后把自己英国皇室的权力达到巅峰。但是他在位36年间，其实娶了6个老婆。哇，值得了。这不能立这个废这个教本嘛？来，历史哥有一个小故事，其实他是想要生儿子。儿子没有生到，前面都没生到，对，后来有生出来了吗？就有生到，可是这个儿子呢，没有人给他传多后代，很快就挂了，没错，所以他就是注定没有儿子命嘛。没错，加4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百姓现在指平平凡凡的普罗大众，但在古代并不是如此。请问，在古代百姓是指什么 ？A. 贵族 B. 蛮夷。请作答。只有历史哥选 A 贵族怎么说？因为这个古代这个姓跟氏。姓呢是只有贵族才会赐姓，比如说呢，这个古代呢姓，你看它是女字旁所以比如说这个商朝的王室是4姓，一个女，褒姒的姒，褒姒，然后呢周公叫姬旦，它也是个女字旁，秦始皇叫嬴政，他那个嬴不是赢下来赢，是个女字旁的嬴，所以呢这个古代先有姓后有氏，那氏通常可能是你的分支的家族叫做氏，所以我是这样猜的啦，所以姓的话，百姓那这应该指所有的贵族。并不是指蛮夷。对，我是这样想。大哥呢？因为在这里站久了，脚有点酸。终于有苦力。没有，我觉得说百姓，我们说这一般百姓嘛，就是不是我们正统中原的这些人，所以他把它叫做百姓。蛮夷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A 贵族，其实，在古代呢，百姓是指贵族。原来春秋战国之前只有封建的领主跟王公贵族，你才有姓氏。普通民众呢，根本只有名字是没有姓的，所以只要讲到百姓，其实就是贵族的统称。但是到了春秋战国后半段呢，拥有土地的这种地主阶级兴起啦，那领主呢跟贵族阶级呢慢慢衰落，所以百姓这个词呢也就逐渐失去了贵族的意义啦。后来才慢慢衍生为普罗大众。原来百姓在古时候叫贵族。是来，请回来。不能休息了，那个白水晶。因为只有他想去休息，不能休息，太想休息。加1000。9000元，请进入历史哥的账户。接下来进入最后一轮结算轮，第3轮，请出题。《三国演义》留给后人不少精彩故事，但是请问以下哪个故事在正史当中并没有记载 ？A. 华佗刮骨疗伤 B.
曹冲称象。称象不是称象啊，请作答。称他多重？并无华佗刮骨疗伤，但是他们觉得有曹冲称象，但是称象了啊。对，但是有一说没有。应该说严格来说啦，我讲《三国志》，如果我们只认《三国志》是正史的话，这2个我可以确定都没有写。但是历史记载很多种，历史记载有非常多种，所以这题对我来说很难，因为我觉得2个对我来说都是故事性偏高的。华佗是怎么死的？华佗是那曹操天天常常头痛，他叫华佗看，华佗说那我要帮你开刀，把你头开。对，华佗说开玩笑，你要开我脑袋，我就先把你头砍掉。所以华佗就被砍掉了。这样，其实我也同意，其实这2个我没有发现正史里面有这2个，但是只好选一个。选一个最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我刚刚也是就是同意刚前面2位老师的想法，但是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在我们以前学数学课本的时候，对，那他其实有想到这个容量容积的那个单位，那他举的例子就是曹冲称象。那我就想数学课本，因为它毕竟是理科，他们很讲求实事求是，所以如果2个严格比较起来的话呢，曹冲称象存在的可能性可能比刮骨疗伤还要来得多。对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华佗刮骨疗伤。三国时期呢，著名武将关羽他有很多的传说哦，其中刮骨疗毒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变成因为刻画他这硬汉的形象哦。那故事中的另一名主角就是神医华佗啦。虽然历史有记载这段故事，但事实上哦，帮关羽治疗不是华佗，为什么？因为关羽受伤的时候，华佗根本已经死了11年了，他怎么可能从死而复生来帮关羽治疗呢？那至于曹冲称象的故事哦，其实正史的史书《三国志》里面有记载，那其他的史书中也有提到。所以那件事是存在的，是的，不存在的是关公。这我好像有印象是出在《三国志》的裴松之注里面。我要强调一下，我是真的有读《三国志》，那是引注，裴松之注。因为裴注的话，它引了很多你到底是不是正史不能确定的事情。当时有一些比较像传说的东西都引进去，所以有提到，有记载在里面。请休息，谢谢刘。加4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说到圣诞节，就会想到圣诞老人，但原来圣诞老人本来不是穿红色的衣服，而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？A. 绿色 B. 紫色。请作答。应该是绿色的，不会穿紫色的吧？那紫色感觉圣诞节不就红跟绿？对啊，对，这2种颜色嘛。圣诞红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绿色。对，那紫色应该是湖人穿的吧？17世纪呢，我们大家很流行用常青的绿色植物来装饰家里，那也就是圣诞树的起源啦。因为我们觉得绿色能够带来好运，然后赶走寒冬，所以呢，它有魔法跟祝福的感觉。那圣诞老人呢，他自己曾经也是全身绿色，一直到19世纪哦，著名的作家狄更斯的著作里面都还有提到绿色的圣诞老人。一直到1931年，为什么变成穿红色？是因为有个很有名的汽水广告里面让圣诞老人穿上了红色的衣服，自此圣诞老人变成穿红色的。原来到今年才知道他是史瑞克，全身我是浩克。因为当初他是为了那个推销，所以他其实圣诞老人的红白2色就是可口可乐的颜色。对对对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历史的英文是 history， 这个词起源于希腊文。请问 history 原本是什么意思 ？A. 他的故事 B. 询问而知道。请作答。为什么不是 history， 又叫 history？ 因为 history。来，苦苓大哥。因为我们讲做 history， 所以有些女权主义者说应该讲 her story 嘛。对啊。那可是这是希腊文，这希腊文根本不是他的故事，所以希腊文的原意说，你去问，你不懂什么事，你去问，问了知道，叫做 history。陈远。我选因为那个我跟苦苓大哥刚刚讲的都是一样，就是说 history 就是男生的故事嘛，然后因为以前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，女性就比较他的故事。对，就是他就是对，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居里先生做过什么事情，但是你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居里夫人，然后但是你都不知道他的本名。
但他对这个世界很有贡献。对，可是因为他只是跟居里先生结婚，所以他叫居里夫人，所以他可能会被引用，就是说，his story 跟那个 her story 的一个那个比较偏那个社会议题上面的一个讨论。詹允。对啊，我以前有的印象就是我国中的历史老师，他在上课的第一堂课，他就是先解释 history 这个英文单字，就是 his story。那里面呢有很多的故事的主角都会是男性，所以他才会强调说，哦，为什么要叫做 history？ 是因为他讲的专门都是记载男性的故事，所以我得到的答案也是 A 选项。哦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询问而知道。其实 history 的这个一个字是来自古希腊文的 historia， 原本的意思就是通过询问而得到的知识。那古希腊历史学家呢，希罗多德为了记载波斯人入侵希腊历史，所以亲自走访各地，走访而来的故事，你问出来的故事，然后他写了第一本的纪实作品。历史。那至于为什么讲到 history 这个东西，其实也是1970年就有大家在抗议说，为什么你是 his story 不是 her story 呢？所以是1970年才因为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其中一个论述，指出说为什么传统历史大部分都是男生的视角，然后他们女性主义提出这样子个视角问题。好，请回来，这是最后一轮了，加1000块。啊，9000块，请灌入苦苓大哥的账上。3轮比赛都结束得非常精彩，我们请乡里来宣布他们的奖金。好，最后呢，柳玉15000，陈远15000，苦苓哥19000，历史哥21000，詹云12000。恭喜我们的历史哥21000获胜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我们历史哥啊，脱颖而出！来，这里提款卡。哎呀，谢谢行长。21000来挑战，请插卡。好，来，金库请打开，里面21000现金是您的钱，但必须先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，请出示密码。哎呀，2道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42画的历史大战在即，或是总笔画也是42画的太平盛世。对，历史大战在即。哇，这个真不容易哎，因为笔画非常的多。对，42画蛮多的，而且4个字的很多啊。像什么草木皆兵那类的，风声鹤唳啊，养精蓄锐决战时刻，决战时刻，或者抹兵立马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很多啦。哦，太平盛世呢？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啊，对，夜不闭户啊。我怎么都想到坏，都想到朱门酒肉臭，那不叫太平盛世啊，那是腐烂的。其实朱门酒肉臭也是太平盛世下，是吗？只是老百姓过得很苦而已。对，路有冻死骨还叫太平盛世。好，想想看哦，要选择哪一个？那我想要选历史大战在即，请锁定。来，所以。我们锁定了历史大战在即，太平盛世到底哪4个字呢？请看，草满林武。我还没选这个哦，这个林固是代表监狱的意思吧？这个应该是说这个充满了苍林吧？对，就没有人住嘛，没有人住监狱。以前比如说下了监狱就监狱都没人了，淋雨，所以长满了草。那叫雨哦，对，淋雨，淋雨，好险！你放深陷囹圄我们会写，但是没有想到草满淋雨。是，但是淋雨你会写，其实草满就还蛮好。因为我昨天才写一篇文章，写到淋雨2个字。是哦，对，是写柯文哲吗？不是啊，对，真的是。哎，我也太敏感了吧！疫情啊，来，瓜哥神预测，现在淋雨太多人了，莫名其妙就本来是正人转变高，又说收押了，真的。好，历史大战在即。出题之后呢，我计时1分钟开始，你就要写了哈。好的，历史大战，请出题。厉兵秣马，这是送分了，计时1分钟开始。来，消除，清除，好，清除。用按的。好。过。马。
叶云用了几秒？41，密码07071010，对或错？错，讲清楚，刚刚40秒，还有总共几画？20秒，我刚忘了，哎，是不是30？对，我们不能提醒，不能提醒，来请，来计时开始20秒。但笔画是不够的。厉兵秣马。好，来。停，刚好时间也到了。他刚纠结在这边，这个要算几，对不对？对。纠结在算4或3。可是我们总数是34，对不对？42哦。嗯哼。10、20、是42，没错。恭喜您获得了奖金了。哎。密码15071010，对或错？恭喜你答对了，紧张死了！太好了！你为什么你第一个写利用的利啊？哎呦，我真的魔力的力，脑袋看到钱脑袋都空白。对，其实以前我们念会抹兵利马嘛，对，都倒过来。这些念厉兵秣马。哇，我们看正确解答。哎呀，不错。哇，没有错的。是。对，也真的刚才脑袋刚一片空白的时候，对你刚刚在算4或3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一直在想墨。墨是比较容易被忘记，墨是没错，是那个利用的利，我就觉得哇，完了，这个厉害的，来恭喜你，谢谢瓜，2万1，谢谢行长，谢谢，我们往前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，哇，差点钱都拿不走，我们也替你担心啊，真的，今天谢谢各位呢，讲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跟精辟的分解，别忘了晚上8点锁定，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，谢谢所有老师，谢谢。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